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日的这一场争议上面，我们持续要看到的是，现在延烧到整个军事层面，30分钟的时间非常的长，是无声的做猎杀。谁呢？就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歼15，当时使用的火控雷达锁死了 F-15，但是日方的 F-15是在这30分钟之内浑然不知觉，怎么回事？等一下一起来做解读。另外，大陆还有另外一招，就是它的9天无人机航母首飞了。2艘航母，中国大陆解放军的航母到现在还是压着不出来。第一岛链现在正在被重写它的军事版图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刚刚特别提到了解放军的歼15的雷达锁死了 F-15，长达30分钟的时间，却是没有任何的察觉。170公里外，他已经做了这个猎杀距离的曝光。日本的空防是不是被无声破解呢？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的9天无人机航母首飞了。接下来我们会来关心在整个第一岛链的军事的攻防规则是否会被改写？最后来关心到的是歼15猎杀 F-15，再加上9天无人机航母亮相，但是至今注意到了解放军的山东号跟它的福建号航母都没有参与任何的演习，甚至不出港。习近平是在默默的准备些什么事情吗？今天就这些议题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不是擦枪走火，而是空中猎杀的前奏。本月6号，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的事件就是解放军的歼15锁定日本的 F-15，开启了有人一个说法是火控，或者是只是一般的照射的雷达锁定，但是现在有一个细节曝光了，这是来自于日本的新闻媒体自己做了一个报道，说歼15的雷达探测距离长达170公里，其实是远远高于自卫队 F-15的雷达只有100公里的一个探测范围。重点是这一件事情更惊人了 ，F-15战机可能一直被锁定，直到30分钟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被锁定了。我们来看佳能的研究员怎么解析这一件事情。他说，日本的 F-15啊，虽然已经改良了，但他认为它的基底依旧是1970年代的战机，雷达性能跟歼15，他认为仍然存在非常大的落差。这代表30分钟之后才发现这个威胁性到底有多大。改良后的 F-15，除了我们看到它的雷达，还有哪一些性能可能不如解放军的歼15呢？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是这个样，因为这两型的飞机，中国大陆的歼15战机跟日本的 F-15接，这个差在哪里呢？因为这 F-15毕竟老旧了，40多年了，它雷达系统由 AN/APG-63提升到 AN/APG 拐动，就是 AN/APG-70了，那性能它搜索的距离大概就是100公里。然后这个雷达我们知道用久了会衰退，就好像你的灯泡用久了，它的流明度没那么亮，还是亮啊，但是没有以前那么亮。你刚买了觉得好亮哦，雷达也是这样的，它衰退会很快的。然后这个中国大陆的歼15，它就是新的雷达，相位正亮，所以它搜索的距离，我们搜索的范围是左60度、右60度，120度在往前面搜索的。那平常都是搜索模式，在搜索模式呢，我们在那个抬头显示器上面呢，看到上面这个雷达上面呢有几个目标很清清楚楚，上面还有标距离，就是好像那个3环摆一圈一圈，比如一圈是20、60、80这种，一看就看出来这个目标了。那你要不要去锁？你一锁把那个圈圈一套，这个 ACQ 一按就锁到它了。它这个搜索模式就进入追踪模式，我们就把它锁定，就是这样。然后 F-15就被锁定了。F-15锁定了，它刚开始有时候还不知道被锁定呢。锁定的时候，被锁定的飞机耳朵会听到嘟嘟嘟嘟嘟，因为它的雷达预警系统就 RWR 就开始接收到信号，你被锁定的信号。那被锁定了，它就会警告嘟嘟嘟，那你飞行员赶快知道我已经被锁定了，对方随时会发射这个对空飞弹来打我，是这个样子。那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最重要是日本的 F-15接距离中国大陆这个辽宁号的航母大军太近，你怎么近到52公里？美国的话是扩清它的空域是200公里，200公里你不能进来，你进来你进来它干嘛？对我什么威胁？万一你一发射
空对舰的反舰飞弹，那我不是根本来不及时间，你靠那么近，所以美国是200公里，那你日本跑到52公里，太近，那么近，中国大陆它一定要起飞拦截，不拦截，它算失责啊，指挥官一定会下令啊。但是今天日本犯了2个错误，一个距离太近，第二个日本用兵错误。日本的E-2D为什么没有起飞？它的空中预警就要起来嘛，日本没有起来空中预警，日本犯了这个大的战术错误。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辽宁号航母打击群呢，我们知道它旁边呢有飞弹驱逐舰跟飞弹护卫舰，这个舰上有对空搜索雷达，对空搜索雷达把这个信号收到之后呢，把这个信号告诉这个歼15，歼15有它机载雷达，又有这个军舰上面的对空搜索雷达的讯号，又给歼15，所以歼15看得好清楚，整个战场透明度就出来了。日本没有战场透明度，中国大陆有战场透明度，是差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站在整个搜索，我们知道做任何的战术动作都要有目标获得，在目标获得上，中国大陆占了优势，日本占了劣势。为什么E-2D不起来？美国的EP-3，美国的这个空中雨机为什么也没帮助日本？没有，就是你自己去执行任务。所以日本在调兵遣将上面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距离又近，又没有派空中预警机。中国大陆它有对空搜索雷达的军舰，跟它做就 link 就是链接。然后又自己的这个机载雷达，所以我们来看这2型的飞机在战术战场上，中国大陆就占了上风，日本占了下风。第二个在性能上面呢，中国大陆这个歼15的雷达是新的170公里的搜索距离，很远。日本的 F-15J 是100公里 ，NFG 70嘛，就是100公里。那你这样的话，谁先发现？在战场的布势上面，中国大陆占优势；飞机的性能上面，歼15也占优势。当初日本的 F-15J 它是第一代的，它第一代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是类比信号。我们现在战斗机都是数位信号，而且都是飞控 （fly by wire） 线控，非常灵敏。那 F-15J 那个时候还是钢绳的时代因为是40年前是类比信号在这一方面，整个空战空优的这种状况，还是歼15要比日本的 F-15J 来的略胜一筹，我们要这样子看，因为你要知道，现在都变成能够 link 在一起了。当然，日本有老一代的 link 的模式，但是问题是跟先进的比起来，因为结构的问题，你有时候改飞机这个改那个改有它空间的限制，还有电压的限制，还有软体的限制，好复杂。你解决电的问题，软体解决了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办法。你有解决了电的问题，也解决软体问题，你散热问题解决没有？还是没有啊。所以环环相扣，好复杂最后一个我要谈电战。那电战能力的话，我判断美国没有把中共的电池频谱，美国所收获的分享给日本，没有。没有给你，除非钱给我，因为这是我宝贵的军事情报。你日本给我，美国你不给我也不给我，这是我的宝贝。而且不能外泄。我判断没有给日本，所以日本对中国大陆的电战的参数并没有完全掌握，所以那它只有我们知道打仗打电战你要干扰霹雳1洞、霹雳12或霹雳15的空对空飞弹，电战系统很重要你有没有这个日本的 F-15J 有没有具备完整的电战能力？因为它到最后是自我保卫，你这个自我防卫的。日本没有 F-18的咆哮者的这个电战机，那靠自己飞机的自身的电战能力。他那天也没有派他自己的电战机你没有派电战机，那你要靠自己的这个自卫式的电战系统。有没有挂电战夹舱？我判断他也没有挂电战夹舱。那你的电战能力是非常弱，你只能丢火焰弹跟干扰丝，你就靠这2个传统，丢火焰弹、丢干扰丝，那是影响有限的。万一中国大陆的霹雳15的空对空飞弹跟霹雳1洞的空对空飞弹是具有抗干扰能力。那你这个干扰丝跟火焰弹是没有用的，是效果是非常有限，你会被击落我们看日本在整个用兵的布势上面呢，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就占了下风，然后只能讲自己被锁定了，就没有办法了。好，刚刚我们这个张将军特别帮我们就目前这一战中国大陆在空优上面的优势，包括这个歼15
大赢 F-15上面的优势，不管是在雷达性能、电站能力，甚至是战场的透明度上面，可以看到大陆的优势。其实我们要看到，大家都在看说，除了歼15它有这样子的优势之外，习近平手上最重要的牌还有哪一些？而且是慢慢出来的，因为这是今天的最新消息，来自于新华社最新的证实哦，已经讨论的很久的，其实就是被外界称为是空中无人机航母的9天无人机是终于啊，在陕西的蒲城完成了首飞。9天之所以特别备受关注，就是因为它的性能非常的强。等一下会请厉将军来特别带我们看，它采用的是通用平台模组化设计，具备大载重、高升限、宽速域还有短起降等核心的功能。它可以航行时间长达12小时，那么转场航程7000公里，最大的负荷能量达到了6000公斤。最致命，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它有8个的外挂点，可以挂1000公斤级的这种制导炸弹，可以挂的还包括了空对空、空对地、反舰飞弹，甚至巡弋飞弹。对于第一岛链是否规则被重写，厉将军怎么看？空军啊，它这个名称取9天，我认为是从《孙子兵法》里面的一句话来命名的哈。《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所以它取9天这个名称，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它的任务就是由空中来对地面攻击哈。那空军来讲的话，通常它负有3种作战任务，第一个叫做制空作战，就是对空作战，争取制空权嘛。第二个叫做主角作战，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经常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飞机哈，对深远目标，不管是敌人的弹药库，这个或者是这个后勤设施，或者是能源设施来实施攻击哈。第三个，它的任务叫做密支作战，就是我密切的支援第一线部队，地面的第一线部队来作战。那我认为9天这种无人机来讲，它主要担负任务哈，它大概不是制空为主，它以后面我讲的这两者哈，主角跟这个密接支援作战任务为主。好，那依据这个2个任务来讲的话，我们来看它可以具备什么样的任务。第一个来讲的话，我们讲主角作战。主角作战来讲的话，它如果说以它外挂的这个挂点来讲，可以携带1000公斤的各种的炸弹之外，它可以挂这个空对地的导弹哈，包括到鹰击导弹、PD-12都可以挂得到哈。这种状况之下，它当然哈，它以它的航程这个可以达到7000公里，我们折半来算好了，它作战半径少说有3000公里。那第一岛链哈，从日本到中国的本土约大概1000公里哈，冲绳大概是800公里，我们台湾只有200公里，所以说都在它的作战半径打击的范围之内，所以它大可以利用这些外挂的挂点哈，挂这个对地攻击的各型导弹来实施所谓的远距离的主角打击，包括对这些设施的基地或者是这个弹药库啊，或者是仓库来实施打击。那第二个来讲，我们讲密支作战。那我觉得密支作战，那就是我认为密支作战是9天里面最重要一个，它可以赋予它任务，因为它可以携带大量的这种无人机，它的所谓它这个异构蜂巢任务箱哈，所以让大家最感到担心的，它可以携带大量的巡航导弹，就是无人机啦，小型的无人机，我讲的不是大型。那我们在俄乌战场看得到哈，这个小型的无人机其实是很头痛的，因为它的面积、它的体积不大，可是它却是非常精准，就像每一个飞出来，就像是一个这个小型的这种带了一颗炸弹，然后它又异常的精准，可以攻击你，不管小到一个车辆哈，大到一个甚至于一个单兵，它都可以做攻击。可是你要拦截它又很麻烦，你用这个传统的火力去射击来讲，不见得打得到。那你用这个导弹去打它又很浪费 ，CP 值又不高。所以如果说它大量来讲的话，对你攻击，你事实上会造成你很大的伤亡的情形。那这种可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航程受限，因为它不管是用电或者是用这个马达来讲的话，这个或者是用油来讲的话，它的航程受限，所以大概距离可能大概就30-40公里哈，大概跟一个火炮的射程差不多。那现在9天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它的作战半径可以到达我们讲3000公里，它大可以用这个飞机飞到很接近的地方，再投放这些小型无人机，可以说是长短相辅哦。这个短的优势跟长的攻击距离，它都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密切的支援对地面部队。那第三个，我觉得它还可以担任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以我们台湾来讲，最担心的，如果说是要登陆作战，大陆来讲，
他们最困扰的事情，最大的短板就是后勤资源的问题。那现在来讲，如果这个易购蜂巢的这种任务箱可以装载大量的后勤物资来讲，它只要有一个机场，开放一个机场，夺取一个机场之后，那譬如说台湾有很多大的机场之外，其实台湾有很多小的机场，它可以譬如说是像这个我们在垦丁那边有一个小机场，像那小机场，它夺取之后，它就可以用这个马上下来带它所需要的，不管是各种的补给品或者是弹药，对第一线部队提供立即的资源。最重要，它是一个无人的架构。但是大家可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架飞机这么大你看它翼展到25公尺机长到16.35公尺，这么大一个飞机，那而且它没有什么隐身的涂料、隐身的设计。那在上面来讲，一个涡扇发动机，那是不是很容易遭受到地面的导弹或者是空导弹的射击？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它有做好自己防护的任务。譬如说是它可以携带红外线，它可以携带电子干扰舱对你这些导弹来袭导弹做电子干扰或者是它自己本身也可以携带这个所谓的霹雳12这款射程120公里的导弹，可以做有效的基本的自我防卫的任务。所以这方面来讲，应该我觉得不管对第一岛链日本或者是我们台湾来讲，都是很大威胁的一种武器。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解放军的空优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一款在今天最近几天完成试飞的9天无人机。刚刚讲的都是空优，那海上呢有一些事情比较不寻常，我们要特别来做解读，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天有许多包括中国大陆它的演习在日本的周边的海域在行走，那还有包括跟这个中俄之间的他们的这个轰炸机一起来做演习，也是沿着日本的周边。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关于海上一直都只是出动，看到的是辽宁号的航母，都没有出现到中国大陆的另外2艘重要的航母，包括了山东号跟福建号。现在也有专家来特别去解读说，会不会他们其实是战略预备队，也就是习近平压着这2艘重要的航母，还有更重要的一些背后盘算。杨老师又怎么解读？首先，我觉得有一个观念上这一次辽宁舰进行的就是远海长航军演，它不是在日本周边海域，它在公海上。你看它的那个航线，它反而是避开了日本在这个区域冲绳群岛的一些岛屿的，就是接近所在。它都是在公海上。那当然，你要进入到第一岛链的以东，你要穿越宫古海峡。那宫古海峡也是公海。那穿越之后呢，还去2次告知日方的照越舰，我们要进行在航母以南，而不是以北，因为以北又比较接近，虽然还是在公海上。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它实际上的任务的演练过程当中还是按照过去的就是它的规则以及国际上的规范，以及国际法跟海洋法的要求。所以日本媒体这边不断说尤其是小泉那个防卫大臣，那在日本周边的海域执行，那对我国的安全造成影响。那这个区域所有的海军都是如此啊。那当然，中俄的就是轰炸机6架加2架的，就是航行，它可以说是沿着日本的，就是冲绳群岛的这个周围，虽然它也是在公海的上空。因此，我是觉得在这一次。大家各国，包含美国，对于甚至这个所谓的雷达照射的问题那没什么太大意见，因为大家都看得懂。刚才张将军讲得很清楚我在这边做演练，你自己跑过来探头过来，我瞪你一眼，警告你一下，也没有打一下你，也没有干什么，是你自己这个技术比我差，然后呢，这个武器比我差，那你一定要跑那么近。我瞪你一眼，你跑回去晚上2点钟开记者会哇哇叫，这个太幼稚了啦！我觉得，然后呢，哇哇叫还不够了之后呢，还不准所有的日本的军方的人出来讲话，都是他一个人在讲，大家听不太懂他讲什么。然后呢，这样子还不够，还要找的像是北约美国。这个时候为什么北约、美国会出来？因为中俄的这个飞机的巡航，因为俄罗斯的参与。我觉得北约跟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的动向是更为就是比较警觉那我再讲到就是山东、福建，他们现在都在三亚港那你看辽宁舰是12年服役，山东舰是19年，福建号呢
是25年，今年，你这一次他派辽宁舰做相关的服役，当然第一个这是演练，第二个也是针对高市讲的台湾有事，某一种程度军事上的一种就是威慑，那不需要再用到其他2个航空母舰。那福建号目前虽然服役，但是舰载机还没有满载呈现过啊，我们在等待它的这个呈现。那可是呢，山东舰是自主突破，那福建号你看到它这个技术上的这个就是要进很清楚。辽宁舰从这个1988年的下水，2012年才开始服役，到现在，其实你不能说它老哈，而是说它离现在第2艘、第3艘，甚至第4艘可能会10万吨级的，就是004，都当然已经是前一代的了哈。对。因此，我觉得这一次就足够。那而且目标也不是要去跟日本开战嘛，对，也不是说要去把你打下什么东西。你看，我都锁定你那么久了，30分钟，而且在148公里，如果 NHK 讲的没有错的话，那其实就表示 F-15的这个性能其实比歼15差得很远。你在148就被人家锁定，而 F-15的雷达148公里还侦测不到。那你被锁定之后，我现在讲锁定是我们的假设说法，他讲的是照射。但不管怎么样，其实你距离这么近，然后差别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日本的自卫队的军官们都看懂，只不过是现在日本的国内的这种民粹氛围太严重了。那我觉得这个反而对日本的政治以及日中关系、中日关系都不太好。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看到3路对撞已经全面展开了。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的是，美日的战机、航母都已经压进到了包括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能够敌得过今天会做武器上面的比较，包括了解放军的歼20、歼35吗？今天做一个大比拼。好，赶快来看到今天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美日呢，正式的派出了他们的军机不管是 B52H、F35A、F15要秀肌肉，但是现在也被解读说，如果真的正面遭遇到解放军的歼20、歼35的话，这一套空中的编组能够敌得过吗？还是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姿态呢？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会看北中南线来做这个比较。第二件事情，美国又做了什么事情？他派出他的林肯号紧急杀入在西太平洋地区，双航母成型，美军是否已经预判这个局势会失控了？所以赶紧派出他的这个林肯号呢？南线今天会特别来关心到一路往南走到了越南，美军他派出了他的 F35B 开进了越南的岘港，再加上越南最近为什么突然间做了一个动作呢？他把他的军舰穿越在台海，就在这个敏感时机美国拉越南入局吗？但是越南不是一向奉行竹子外交吗？他这一回是会如何来选择他的立场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我们看到的是这几天日本的压力确实比较大，除了面对到辽宁号还有中俄战略轰炸机之外，美军现在也赶快开始有了反制的动作。我们来看到美军做了什么，它其实呢分成我刚刚特别提到的北中南线3路一起来展开反击，我们一一来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美军的北线，它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布局？12月10号，来自于美国的空军2架 B52H 的轰炸机，跟日方则是出动了他们的 F35A、F15战机，在日本海的上空联合演训。日方是这样说的，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向这个中国大陆去传达一个一个立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意图。我们先来看到北面的这个动作，美国派了他的 B52声援日本，但是现在也有军事专家解读啦，你为什么只派 B52呢？为什么不派你的这个 B21轰炸机？这不是更精锐的一个轰炸机吗？那日本派出它的最强的 F35A 来参与巡航，如果遇上大陆的歼20、歼35，讨得到便宜吗？张将军怎么看？因为那个美国这一次他没有派 B21，我认为他是有原因。
B-21首飞是在3年前，就是2022年的12月，现在已经2025年的12月，3年了。但是3年呢，它要经过3个阶段呢，它才能够来变成能够出任务啊。第一个，它要做训练，这个飞机出来了，原型机出来了，原型出来，量产机要出来，量产机出来开始训练，训练之后才能够完成 IOC， 就是初级作战阶段，就这一个，这个还没完成呢。初级阶段完成之后呢，扩训之后变成完成全战备阶段，这是第2阶段了。那全战备阶段还没有看到嘞，因为为什么？美国做飞机做 B-21，它是第6代轰炸机，第6代啊，最新的，每一架是7亿美元啊，210亿台币啊，一架飞机210亿台币，那么贵啊，好贵啊。那它有第2阶段的完成全战备阶段，那第3阶段呢，它才会飞到阿拉斯加或飞到关岛先进驻。它不可能从美国总统直接飞过来，那1万公里啊，怎么飞过来呢？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它现在只完成第1阶段，在作战测评跟训练，还没有完成第2阶段到第3阶段，所以更不可能过来。B-21没有啊，那现在能够派什么？就派 B-52嘛，因为 B-52这是越战的，它8个发动机啊，可以用很久，已经60年了。那他没有派 B-1跟 B-2，他习惯就是放在关岛，有时候会进驻到 B-52H。的战略轰炸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没有派 B-21，它还没有完成 FOC， 就是全战备阶段。那我们先来看，那在日本海呢，这个日本派了这个 F-35A 来这个在空中来编队护航。那 F-35A 碰到中国大陆的歼35跟歼20怎么样？这谁会赢？我认为这个要从很多的方面来做分析。那第一个性能，我认为性能在这方面呢，虽然 F-35A 是单发动机。中国大陆的不管歼20也好，歼35双发，载弹量大，速度大，因为我双发动机嘛，推力就是大，心脏就是比你强啊。但是问题是不是在性能的比？要比什么？比我们就知道要比现在是系统化作战。在今年的5月7号印巴空战，那个印度用的是标风战机最好的王牌标风战机最好的第4代半最厉害的，就不是输了吗？因为它没有系统化作战，不是这个一个飞机跟一个飞机比，是系统化作战。最重要的是空中管理。那个美国跟日本犯了一个战略错误、战术错误，他没有派E-3A 空中运机嘛？有没有？没有啊。那你派个E-2D 空中运机也没有啊。对，打仗一定要空中运机。他没有派。我看你是派的 B-52H 2架，然后另外一个是 F-35A 护航。你如果派的E-3A 哨兵式的空中运机，那就不一样了。美国也进入网状化作战。那在网状化作战对网作战，整个空中的透明度很清楚，然后呢可以 A 射 B 导，你发射飞弹，我帮你引导打远方的目标。这个就是网状化作战，就系统化作战，没有嘛？大家比这个东西要比网状化作战能力，不是光比飞机的性能了。第二个要比的是电子战能力，电战能力，那你有没有挂相关的这种电战夹舱？这是就 ANLQ184或223，可不可以？要不要挂上去啊？你要挂，甚至我们讲到的这个，除了空中影机，美国这一次出动有没有出动的？我们讲的这个 RC135电侦机或者 EP3电侦机，没有啊。这个东西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区域式的电战能力的，做战场的管理，因为战场的电池是非常复杂的，这是空中影机要出动。刚才讲到空中影机外面，电战机也要出动，这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局情作战。战场管理透明又有电战能力。最后一个第三个，我认为大家的这个飞弹的，就是空对空飞弹的抗干扰能力。抗干扰，你会不会被它干扰掉？霹雳1洞飞弹、霹雳这个1.2飞弹、霹雳1.5飞弹，甚至将来会有霹雳1拐的飞弹，会不会干扰掉？同样的，美国的 AIM-1.2洞的飞弹，它已经到第8代了。抗干扰能力如何？还有美国的这个近战的，现在人打已经可以打到40公里响尾蛇啊。可不可以看得干扰能力？这是短程的，现在应该达到40公里哦，因为它一直在改良。短程的40公里，长程的可以打到140公里。AIM-1.2洞的改良型可以打到140公里。那我就要看你抗干扰能力了。你如果抗干扰能力弱，那你还是打不到，被人家干扰掉了。所以我们看要从整个态势的评估、战场的管理、战场的透明度，还有系统化的链接的能力，来决定空战的胜负。好，这一次针对这场中日争议不断延烧成为一个军事争议，美军刚刚特别讲嘛，分3线来做反击。那刚刚北线的部分，张将军已经帮我们分析得很清楚了。未来包括这个美日对上中国大陆，还是要
走这个空战，还是得做系统化的作战，看谁的能力整合的能力比较强。那如果是中线呢？中线我们来看看的就是有关于海上，到底现在在西太平洋地区。到底是美国还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谁比较占优势呢？来看到中线，美国做了什么？他派出他的海军尼米兹级的航舰林肯号打击群，正式的已经进入到包括他的美军的第7舰队负责的西太平洋海域来执行这个叫做紧急加派部署任务。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其实不是预排的一个航程，它是因为这个五角大厦面对现在局势快速升温，所以及时做了一个反制。有点像是威慑的一个动作，那可不可以这样子做解读啊？代表五角大厦认为现在区域局势可能失控，所以派出了他的这个林肯号。那如果加上林肯号，再加上华盛顿号双航母，能够平衡目前大陆在西太平洋地区所占有的优势吗？厉将军有怎么看？我先说明一下，林肯号还没有到西太平洋来哈，它目前为止还是在这个檀香山那边而已，因为西太平洋美军的2个航母基地，一个日本的横须贺，一个是关岛哈。那现在是华盛顿号从关岛要返回横须贺的途中，他必须要把这个母港让出来，然后才会让林肯号进来哈。是。那如果说不然2艘航空母舰都停在一个港口的话，那等于2颗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对。万一解放军发动攻击的话，2艘航空母舰都毁掉。那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是整个西太平洋，包括第1岛链跟第2岛链，那双方海空来讲都非常热闹哦。其实不止这几艘了，我数给各位听，包括美军来讲，它的航舰级大概就有林肯号、华盛顿号，还有蒂利波里号。那解放军这边的战舰来讲，目前知道确定的有辽宁号，但是据我了解山东号其实已经从三亚港出来了。除了这2艘之外，另外075的海南号现在正在往澳洲的途上，那会不会到澳洲去？不见得，它可能会从南开始向北拐哈，然后在这边除了075海南号之外，我相信解放军还有没有别的这个075舰队也开始出动？那日本也有舰队出动，日本的加贺跟这个出云号2艘的所谓垂直2栖攻击舰然后我们把它定为它本来就是2栖攻击舰。可以起降这个 F-35B 的这款战机的这个2栖攻击舰，目前听说已经动了。那空中更是热闹。昨天我们刚刚讲这个解放军来讲，它有轰6在这个歼16护航之下在跟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图95，然后跟它的苏30护航之下，双方在这边对日本形成一个包围的一个战略巡航。所以可见的是，在这个区域来讲，事实上目前让人家感觉到不免会不会提心吊胆。可是如果说是真的开战，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这个按照军事原则来做分析的话，到底谁有胜算？第一个，我们讲兵力，兵力目前看出来，中俄2国兵力确实是要强于这个美日哈。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军除了它有2艘航空母舰之外，那后续来讲，它有很多的这种轰6战机，数量绝对是远胜于美军跟日军的。除此之外，那地面来讲，它有很多的地对舰的导弹、地对地的导弹，就包括东风27、东风26、东风21D 等等不管是对舰或对地的攻击。那海军来讲更不用讲了，解放军在这边，它除了说是有2艘航母跟075之外，它还有很多的055大驱，这是我们以战力来做个比较。第二个，我们就战力的位置来看的话，位置解放军它有在地优势啊，这个在第1岛链都是它作战火力的攻击范围，但是我们现在看美军来讲，如果要支援的话来讲，它必须远从美国本土过来。现在林肯号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路途遥远，对他来讲的话，可能兵力来讲补给线就会做得很长。第三个，我们讲这个作战区域来讲，很明显的日本是没有作战纵深的，它只是一个岛链在这个地方。那日本大概美军在这个地方也就关岛，还有这个加索纳等等几个基地。那这几个基地都是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之下，我觉得它的这个战略态势，讲战略态势，不管是兵力或者是兵力位置，或者是这个作战区域来讲的话，它都属于一种极不利的态势。最后我们比较一个，就双方来讲，持续战力，那当然更不在话下了哈。解放军来讲，他自己有完整的一个军工生产的一个体系。那反观美国来讲的话，他现在简单的讲，
包括稀土如果被管制的话，它的后续生产跟保养维修能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整个评估来讲，我的判断是，这个美国跟日本跟中俄两国来这两大集团来对抗的话，那日美是属于极不利的战略态势之下。好，我们现在特别关注到，刚刚厉将军帮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在第一岛链，目前看起来中俄在整个兵力上面，在军事上面的优势是胜于美日的，这个是中线，现在美军出击。那南线呢？刚刚讲嘛，美军还针对南线有了新动作，这一次还搭配了另外一个美国的重要的盟友越南一起来做关心哦。美军这一次派出的是它的2栖攻击舰迪黎波里号跟它的巡洋舰停泊在越南的岘港，他说是要做友好的访问。那迪黎波里号更是直接搭载了美军最先进的它的 F-35B 垂直起降逆中战斗机。我们来看到那越南方面为什么在这个敏感时机又有所动作了呢？史无前例的证实呢，它在越南的军舰12月11号已经通过了台湾海峡，执行自由航行。美军的这些军事动作来看，它到底目的是什么？意思是说暗示如果有冲突，可以从越南方面来牵制中国吗？越南一直都是奉行竹子外交的，这个时候他如何来做选择？杨老师怎么看？我现在要澄清哈，就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方面对于从高市发言到现在雷达照射的问题哈，其实都是保持的冷眼旁观。就算是国务院发言人的一段文字，他也只不过是回应给媒体。还有呢，就是美国小泉防卫大臣和美国的国防部长的通话，好，还有一个媒体上比较少的，在冲绳的美军基地的指挥官，不过他是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他们讲的都是美日安保重视的，略微有提到中国大陆的行为，可是前面都有一句话是美国不希望跟中国在此对抗或冲突，就非常符合美国最近发布的国防安全战略报告的那个论述，所以这个主轴大概出来了。同时，航空母舰，华盛顿号、乔治华盛顿号是回到了横须贺了，这已经确定了。那通常回去啊，大概就是半年的，就是等于是维修，所以半年不会动在那边了。它进行叫做春季维修，因此才会派从圣地亚哥，然后呢到现在在夏威夷那个林肯号进入到就是西太平洋，所以并不是2艘航空母舰要对中国大陆威慑，但是进入到越南这个部分呢，是美越建交30周年，那越南看得清楚，他现在其实维持的是竹子外交，竹子外交就是两边都会摇摆啊，可是呢，他越来越清楚，他那个根呢，其实长在中国旁边，它就是中国的邻国，对，现在不只是地理上、地缘上。在经济上，在供应链上，以及不要忘记整个东南亚也跟中国的这整块都连接在一起，也就是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上面，所以他很清楚。你看到越南在最近南海议题上，其实已经基本上不太去做任何跟中国的冲突的活动，虽然他在岛屿的军事化其实速度不慢于中国大陆，我们在这个节目讨论过。对，同时。越南比较特殊的是，他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大概126公里，平均宽180，那因此那长度大概是370，因此其实中间是的的确确，以国际标准而言，它在属于公海或者是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范围。那有人说中国大陆要把它内海化，可是它并没有对船舰或者是甚至军舰做这种作为，可是如果你的军舰来是明显要挑衅，或者是说要摆一个姿态，说要去介入到台湾问题，那他当然就会等于是表现出，那你来的就不是善意嘛。好，因此越南这一次的这个穿越，我觉得不需要大惊小怪。可是时间点，我觉得越南也了解，这个时间点他也是做球给美国跟日本。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高市的台湾有事以及雷达照射的问题，他可以晚一个礼拜，那但是他选择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大概某种程度，他也跟日本可能要索取一些东西，所以背后可能要了解，他不是要去挑衅挑战，
中国大陆的这个台湾问题的立场，但是呢，他可能在跟日本有所交易吧。我的推论。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这一节持续关心川普再踢铁板了，不惜当强盗，也要逼马杜罗下台，部署美军。现在原因出来了，因为他太烧钱了，所以他这一战得持续打下去啊。但是能够持续多久呢？川普会不会再输一次？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现在来看到这个是美国，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才看到是美国公布的，他派出了他的直升机，直接降到委内瑞拉的一艘游艇上面去执行一个扣押他的油轮的一个任务嘛。那当时呢，川普还说他还会没收船上的石油，并且对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来做施压。不过现在美国媒体报道说，他的施压动作不会只介于对于马杜罗而已，接下来3重锁定大制裁行动，包括了马杜罗的亲戚，还有运送到委内瑞拉的所有石油的油轮公司，甚至是要扣押更多在委内瑞拉的油轮哦。那么外界也分析，这个时候川普会提高不断对于委内瑞拉的施压，就是因为他真的快要撑不住了。首先撑不住的是什么呢？就是资金啊，这个实在是太烧钱了，每天军费超过数千万美元。为什么会这么烧钱呢？因为太多的军事武器到现在都还在摆在加勒比海这个附近做部署啊。我们来看到，包括了1.5万名的美军、福特号航母，还有10多艘的战舰等等。另外看到还有1艘的攻击核潜舰，甚至10架 F-35战斗机，每天都在烧钱。但是结果如何？如这个大炮打小鸟哦，只是炸了几艘来自于委内瑞拉他们所称的运毒船。好，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的请教厉将军怎么看？川普一直说要打委内瑞拉，打了半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打？那他是不是自己在金钱上面太烧，很快就撑不下去了？将军怎么看？军事是接受政治的指导哈。在政治的大方略定出来以后，我们军事是配合政治的要求来做行动。当然，相对的，政治你要达到目的，也必须要军事的支持，你才能够达到政治的目的。那这次我们很明显看出来，川普他在政治上的目的来讲，是要逼迫马杜罗辞职下台哈，然后借着军事的压力迫使他下台。可是他的军事手段、政治方向，我认为他是对的哈，因为。就美国自己国家立场来讲的话，你这个南美洲在这边不听话，然后甚至于其他几个国家啊跟着你们一起起哄，那我将来我美国哈这个我们自己后花园都管不好，我怎么去管到东太平洋、西太平洋的事情？所以政治上他一定要将这个带头的委内瑞拉将他打压下去，然后逼迫马杜罗辞职下台。我先讲，这是他政治上的目的。那你用军事手段，政治是指导军事的。你这政治目的，但是我觉得他军事指导的手段就大错特错了。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遂行你军事手段。怎么讲呢？《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兵贵拙速，未独巧之久矣”。也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这个思敏你刚刚所讲的，你在这地方烧了很多钱，搞了2个多月，对不对？这个人仰马困的，所有兵力在海上漂2个月，那阿兵哥该晕船的也晕船了，从晕到不会晕，对不对？哈，然后由飞机所消耗的，不管是零附件或消耗掉的油哈，甚至于阿兵哥所发的薪饷，那已经是一笔很庞大的数字。所以《孙子兵法》里面讲的这意义就是在这边，你要用兵作战，你一定用很笨的方法，可是我很快的解决掉一场战争哈，未独巧之久矣，就从来没看过一场战争是在那边搞花样搞很久哈，虽然说很漂亮，花招很多，可是拖很久。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军现在是不是就是正如《孙子兵法》上面讲的，就是又这个巧，但是又很久。在那边搞很多花样，一下子又是这个B-52，又是 B-1B 哦，又是这个航空母舰，这个福特号过来，一下又是核子潜艇，一下又是2栖攻击舰，那兵力从4-5千人，现在提高到1万多人，你光在那边耍花招，可是你没有实际上面的真的动兵用兵，我觉得就不符合军事上目的。所以政治上跟军事上当然不能配合来讲的话，我觉得长期来讲的话，就算是马杜罗真的下台，因为你的压力而下台。
但是就美军来讲的话，这是自己本身也会元气大伤。为什么呢？因为你美国所要应付的不是只有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我们看到它不管是在欧洲那边对乌克兰，或者是目前来讲在东南亚这边跟这日本想要联合来对抗中国，那你将所有的兵力的精力都运用在这么小一个小的国家上面，那试问一下，你其他大局你还顾得到顾不到？所以我认为在政治上它是对的。可是军事上所采取的手段是错误的。我认为你军事上你要采取手段，要速战速决，就是比照你去捕捉巴拿马总统诺雷嘎那种方式直接用海豹特遣队，直接用斩首作战，那不要在那边喊话讲了半天，这个讲久了大家就不理你了。所以我觉得军事上他的策略是错误的。好，这个是其实川普一直在计划这个所谓的南方之矛的行动，要拿下这个整个中南美洲的，要控制它。那其实我们看到整体行动看起来是花费了非常多的金钱，但是可以说算是失败的。那其实这背后的目的，现在还有一个解读，是不是除了要掌控整个中南美洲地区之外，还有背后的势力，也就是中国大陆，美国希望能够一石二鸟，也打击到大陆。因为呢，美国看到了一个现实，就是目前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的关系是真的蛮好的。大陆购买了高达80%来自于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最大买家。光是去年中委之间就加大合作，投资了10亿美元，在扩大石油的开采。换句话说，如果委内瑞拉受到冲击的话，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恐怕是中国大陆在能源在海外的一个布局了。另外呢，要整大陆还有另外一招，就是锁定在于影子船队。这些大型老旧的油轮，主要是替伊朗跟委内瑞拉这些受到制裁的国家偷偷把石油运到中国大陆的买家。好，所以呢，美国就有非常多的行动，在这近期，尤其在10号这一天，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超过80艘的油轮停在委内瑞拉，当中有30艘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他们在得手这一些油轮之后，装有石油的油轮之后，就会把他们直接变成美国自己的财产，一举两得。所以背后也是为了要整治打击中国吗？杨老师怎么看？委内瑞拉每天出口的石油是84万桶，每天哦。那如果说现在是80%，那大概是67万桶，到中国大陆。可是事实上，在去年2024年的数字呢，也就没有发生这个危机事件之前，其实委内瑞拉出口到中国大陆的石油每天27万桶，啊，那不管是27万桶还是67万桶，那对中国大陆而言，其实真的是这个微不足道。对，因为中国大陆每天进口的石油1200万桶，所以就算是67万桶，大概是占它每天1200万桶的5.5%。那主要大陆来的这些进口石油区域还是中东、俄罗斯、非洲以及东南亚，所以它可以随时的去做就是调整。那你就看到去年是27万桶，最近增加到这个67万桶每天，那就表示说委内瑞拉的油其实卖到别的地方去，可能有一点受到美国的压力，是反而它往中国走，反而中国因此增加了，OK，那对中国大陆而言，反正这个一点点你增加一点点 ，OK， 你来，美国其实没有真的在意这个东西，你对中国影响不大，那反而中国因此而获利。那我觉得其实川普反而应该去跟中国大陆谈，你不要这个时候接收这么多委内瑞拉的油，不是在打他吗？你在接收你在干什么？但是中国大陆说那只有一点点而已啊，其实你要的重点根本不是在这里，而是你的军事力量符合川普所说的，这是我的势力范围。21世纪的门罗主义，委内瑞拉这边这种反美的政府，它不能让它在眼皮底下存在。对。不过讲到这里，我又要这个骂一下小泉这个进次郎了。那你觉得美国这样连续对委内瑞拉外海的这些船只不分青红皂白，就说它是运毒，砰砰砰打掉，已经死亡差不多也超过90人以上了。你觉得这个符合规范吗？那比雷达照射强烈100倍吧。那你有没有任何日本所谓的重视这个海上的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对这样子行为有表达任何意见呢？任何国家都没有，因为是美国嘛，对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美国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世界已经走向真的是以实力为前提的这种
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那但是呢，中间大国之间的利益呢，大家还是会知道界限所在。那就算是委内瑞拉被围，你看它的油还是往中国大陆去。好，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川普的动作，除了打击这个整个南美洲的反美势力之外，还有背后瞄准中国大陆。那我们刚刚说嘛，就是这个川普想要拿下马杜洛，那他背后是不是有要支持谁？因为现在有这一位的可能是所谓的预备的总统，他是这个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有没有可能是川普要预备安插的人手呢？我们来看到哦，他这个马查多竟然是在这个今年的时候，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嘛，竟然意外的现身在挪威的奥斯陆。那他当时有一个逃亡的过程，大家说哇塞，也太像这个谍报电影了吧？当时他戴假发，通过了10个军事检查站，从小渔村搭渔船出来之后，出海期间还有美军罩着 F-18战机在委内瑞拉湾的上空盘旋来护航他。接着在美国的安排之下，他搭私人飞机就前往了挪威。那他也公开说了，等到我真的回到委内瑞拉之后，我就会来终结暴政。大家把他视为是川普预备要安插的人选吗？但是真的有这么容易吗？马杜洛现在的政权要推翻他，有可能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本来是美国是要这个培养栽培马杜洛的这个政敌，叫做胡安瓜伊斗。胡安瓜伊斗他现在在3年前就跑到美国佛罗里达了，他后来成立了这个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也不了了之了。他又当了流亡总统。那个最高法院流亡的最高法院又让他成立一个流亡，担任他这个胡安瓜伊斗当流亡总统也不了了之。为什么？佛罗里达距离委内瑞拉2300公里，而且胡安瓜伊斗只要离开委内瑞拉，人走茶凉，没有办法影响你。你怎么去长边管辖在委内瑞拉里面的政局？而且胡安瓜伊斗只有42岁，从政资历非常浅，所以美国一看不对，胡安瓜伊斗已经凉了，那我现在找这个马查斗，马查斗是个女的，那马查斗在2012年的时候啊，在13年前选过总统，他虽然失败，但是他就参加过全国的选战，这个选委内瑞拉的总统，虽然败选了，但是最重要的在今年的10月。这诺贝尔和平奖的公告不是美国总统川普是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查斗马查斗当选，这个是委内瑞拉有史以来拿到诺贝尔奖的就是马查斗。美国一看，这个人可以培养，也选过总统，只是失败。而且他年富力强，现在58岁，刚好你年纪也够，对，然后又达到诺贝尔和平奖，有这个国际上的声望。美国现在转向了，所以让他去领奖出去。但是我认为这个困难度蛮高。美国只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硬处理，就是对委内瑞拉动武的话，那委内瑞拉会四分五裂它3头林立变成割据的局面那美国也会变成一个侵略者。美国要不要做？这个是硬处理的风险。第二个，美国可以软处理，继续极限施压，就我要极限施压，让这个马查斗的声望能够起来。但是问题，你在极限施压，委内瑞拉里面呢，现在已经反美情绪高涨，国际上包含俄罗斯、包含中国大陆都挺那个马杜罗。你是不是你这个极限施压会造成委内瑞拉内部的凝聚，而且夜长梦多。所以你要软处理吗？好像也不好硬处理会四分五裂，软处理会夜长梦多。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内部铲除。你要不要内部铲除？那就内部铲除嘛。就跟以前埃及总统萨达特有没有？那些阅兵的时候被弄掉，就是这样内部铲除。但是困难度蛮高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势力人全部搞得自己好好用得非常的严密严谨，所以这个想要从内部铲除马杜罗会困难度蛮高的。好，如果内部有人暗杀把马杜罗拿下来了，但是问题是他的接班人马杜罗第2还是马杜罗，美国把他马杜罗弄掉，又来一个马杜罗，是他培养的人，怎么办？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到了要内部铲除也有困难度，所以美国进退维谷，想要这个栽培这个马查斗，我认为一时两刻还看不出好的结果。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
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持续关心东南亚现在战火是不是真的已经失控了？尤其泰国还甚至出动它的 F-16火箭炮轰到整个机场、医院，这是在泰检的边境哦。50万人现在仓皇的逃跑当中，难民现在非常的多。川普在这个时候喊说他要来通电话，这一场区域性的冲突会不会持续的扩大升温到无法控制呢？赶快来看到是最新的消息，这泰检的冲突，这一次泰国除了出动它的 F-16之外，双方更是把他们所有的最厉害的武器都拿出来了，战车、无人机、战斗机等等，都是战场上面等级的。泰国开始指控柬埔寨说，你不断的用不管是遏制的武器，这种多管火箭炮遏制武器，或者是中国大陆制的这种远程的火箭炮来射程甚至高达最高130公里，对准的就是我们泰国的机场、公立医院，甚至还有这个平民的地区。他说你这样做已经踩到红线了。这一场这个冲突已经持续的升温到泰检的边境，学校停课，医院当然也都会全部的做关闭，因为全部都是炮火。官方现在做统计，这个死伤人数持续的，当然还在统计当中。目前有20人至少丧生，还有88个人受伤，40-50万的居民被迫撤离，避难所都是现在看到人满为患。柬埔寨的国防部直接说了，当地超过101000多人已经被迫疏散了。这个时候出来7月份出来协调的川普，本来说已经签好这种和平相关的协议，没有想到他又碰到这种事情，他只好说他接下来会亲自的出面打电话，要阻止这一场冲突。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完全的失控了。这一场边境冲突如何演变？厉将军，我觉得这是当然，泰检这2个国家为了这个边境上面这个神庙，已经冲突连续发生了好几次哈。那每次都借着东协啊，或者是中国出面来调停，然后化解战事的纠纷。但是我觉得这次来讲，双方所摆出来的态势会有很大差别。我认为说泰国这次他的策略会采取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他这次会彻底，因为他话已经讲出来了，他要彻底瘫痪柬埔寨的军力，让他以后来讲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再次的兴风作浪。那我们看到柬埔寨这时候所提出来的，柬埔寨讲的是说，希望随时做好谈判的准备。这双方的态势很明显看出来，柬埔寨就比较弱，泰国就比较强。那泰国为什么这个可以比较强的态势呢？我认为说是因为它的军武来讲的话，远远这个超越过柬埔寨。它不管是空军的 F-16战机，或者地面的战车来讲的话，陆空战力都远胜于柬埔寨。虽然柬埔寨有它的所谓这个远程的火箭炮，但是这些都是无导引的火箭炮，那在没有空优之下是很容易被消灭的。尤其是说，我觉得最能够代表泰国这次的决心是这个阿努廷他的总理，这时候解散国会，让国会重新选举，就是能够获取所有民意的支持，让他来打完这场战争。他这是要彻底的瘫痪柬埔寨的军力。那柬埔寨来讲的话，这是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麻烦。那之所以说，不管是中国或美国，还有东协来讲，还有没有能力来劝和促谈？我觉得有相当的难度。好，泰国都已经喊话了，他要瘫痪整个柬埔寨的军力，但是没有想到柬埔寨还是依然的持续扩大他的战火。这时候，川普说他要出来打电话做调停，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吗？还是美国他自己真的很想要介入在东南亚的事务？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这样子，因为美国他不会缺席，美国不会缺席啊。我认为，但是美国手上是有筹码的，有3个筹码来做使用。第一个，我有关税筹码，美国对泰国36%降到19%，对柬埔寨也是36%降到19%，他们都19%来看，19%来看，说有还是蛮高的。你们好，不要打停火，我跟你们关税上啊，给你们一些弹性，向下弹性。哟，这样子啊，哦，这样子，那我就听话了。因为美国在东南亚它不会缺席的，因为它的这是区域的影响力，它绝对不会松手。那关税是一个美国的筹码，美国手段。第二个，军事的诱惑，因为2个都要买美国武器啊，尤其是泰国，泰国有 F-16哎，泰国还有 F-51哎，都是美国的哎。哟，你这我给你好一点的飞机好不好？哎，给你一些零件，你的零件已经不够了，
同样的，那柬埔寨相对于泰国更落后，我也希望你们帮你提供你的防空系统。要这样子啊，有这种军事的诱惑还蛮大的嘞。我们现在正需要，就是这个泰国有柬埔寨的这个方面的压力，那柬埔寨又有泰国的威胁，两个刚好要听美国的话，好，我帮你们提升这个军武的这个层级到另外一个层次，这个也是个诱惑，因为美国有这方面的能力啊，美国是军武大国嘛。第三个，我认为是金钱诱惑。我们这在军售的上面都有回扣款，那这些高官呢就会乖了，看到那个大饼，那个钱在那个地方，哎呦，这样子我买了这些武器装备，钱付了，还有一部分你转一下到自己口袋了。对啊，你要听话啊，你听话就是这个好处啊，这个就叫做回扣的诱惑。那这三大诱惑呢，关税的诱惑也好，军事装备的销售的诱惑也好，回扣的诱惑也好，这些政客，尤其是泰国跟柬埔寨，都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都希望发大财，尤其这些政治的人物都需要发大财。美国会不会丢个小钱，丢个小惠？他们就会低头。我认为他们就听美国的话，因为美国这三大筹码还蛮管用的嘞。好，再来我们来看那最后刚刚是在军事上面的比较，那在政治上面呢，泰国总理阿努廷最新在社群宣布了，他说要把它还给权力交还人民所以要解散来国会，包括了这个泰王也已经同意了，泰国确定45到60天内就会举行大选，这样做是不是就能够控制整个局势，还是军事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杨老师怎么看？泰国的政治最近都跟这个泰柬边境的冲突好像密切相关。上一次那个女总理应该是贝东丹，她也就是在这个冲突事件当中就打电话给柬埔寨的，就是洪森，就他 uncle 不要这样子嘛，我们这个关系很好的，都是我们军方部队。结果录音被泄露出来，就被迫就下台了。他那个时候是9月份下来之后呢，那这位阿努廷呢就上来，可是他上来形成的是一个少数政府，那受到了好多的小党的这些就联合的支持。中间很重要，有一个叫做人民党，但这个人民党不是以前的人民党，它是由以前的之前的叫做前进党被解散，然后呢重新组合一个人民党，然后改成为这个党。那前进党为什么被解散？因为他那个时候在讨论针对泰国宪法第112条对君王不敬的这个条款，他说是不是要重新讨论一下，不要这么严苛？哇！结果被宪法法庭判违宪，被解散。但他改个名字，然后现在也改一个领导。那可是呢，你现在看到他就是当初要求阿努廷，我们来支持你。少数政府，但是你承诺年底以前要解散国会，重新改选。那你看到他现在趁这个时机点，就在接下来45到60天之内，所以1月到2月泰国国会进行大选。不过这也显示他们现在认为对这个泰缅边境的这个冲突不认为会扩大到影响泰国的内部的政治。但是泰国内部的政治会不会因为这个边境冲突的扩大影响他的选举呢？我觉得是会。现在就是大家大概面对外界的这个冲突或者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当然都会比较保守，那比较强调爱国。那这个时候呢，谁的声音喊得比较大？所以会是塔信家族的这一方的爱国党，还是说是由阿努廷跟人民党所组成的这些少数政府呢取得的这个多数呢？我们现在就不知道。对。但到底他这个党将来怎么去跟泰国的军方去做妥协？而泰皇又如何在未来的选举当中有怎么样的影响？泰皇虽然是高高在上了，但他还是有一些实质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泰缅边境的这个情势的发展对于接下来不确定1月还是2月的这个选举，还是会有它的这个冲击。因此。这个冲击，可是你看到阿努廷就不得不就这个宣布因为否则他就完全就执政不下去了，他必须要决定在这个时间点做宣布，然后呢尽早去做这个选举。好，谢谢杨老师，谢谢。